欢迎来到游戏里的世界。出关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找寻我们的向导中。Hello, it's me. 这一次我们来的地方是位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，围绕着爪哇岛的火山群和科莫多海岛展开。由于爪哇岛的行程比较分散，且交通不太方便，于是前3天的行程我们请了向导。从泗水机场出发需要4个多小时，经过各种盘山公路后，终于抵达了火山附近的酒店。我们到达了酒店，后面就是 Bromo。酒店门口就能看到火山，但受地形影响，日落时容易云雾弥漫，所以大家通常选择看日出。现在是2点30分，我们要准备启程，坐上了这个去往 Bromo 火山的小吉普车，边电4分钟过去。凌晨开始，小镇就开始忙碌，一车接一车的游客往山上运。我们在山顶的小店简单补给后，徒步去了火山群最经典的观景台。这里人特别多，所以需要提前上来找位置。我们现在已经架好机位了，然后还有10分钟就要进入蓝调时刻了。当太阳处在地平线-6度至-4度之间时，整个世界被染上了一层均匀、柔和、深邃的蓝色。现在太阳已经升上来了，乌泱泱的人，还好我们4点就站在了这里。日出后，火山口的边缘变得更清晰，一边是村庄，一边是火山，云雾聚成一片海，将火山拖成了孤岛。Bromo 不断地冒出白烟，又被风一点点拉散，不愧是被称之为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。我们当时还在国内的时候看到天气预报这一排的雨天，结果现在是超级绝美的粉色时刻。火山在粉调下更加梦幻，这里由多座火山组成，而著名的 Bromo 只是其中之一。现在太阳已经升起后，很多人都下山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拍到到腰部的合影。拥挤的人群逐渐散去，我们决定换个角度来拍摄更宽广的景色。刚刚那些地方有好多人在拍，而且它的树没有那么的张牙舞爪，所以我们到了另外一个观景台看看。天空。向导说让我们上去看看上面的路，非常的艰难啊！我刚跟向导说有没有去，向导说有的，爬上去，他在下面等我们。结果上来，好消息是 Nobody， 坏消息是 No tree 所以来都来了。虽然没找到理想中张牙舞爪的树，太阳光线也变得很强，但好在没有游客，我们可以把相机架在很远的地方，拍到和火山同出一个画面的大全景。在山脊线上找了一根枯树坐下，看着远处的火山群，结束了早上的行程。现在从观景台下来了，太墨迹了，一个人都没了。我们现在要坐着这个车去那个火山口了。穿过火山底下的沙之海，到达 Bromo 后，再爬一段栈道，就可以近距离观看火山口。费劲巴拉的，终于到达了。这就是 Bromo 火山的火山口。Bromo 是一座活火山，底部不断地冒出白烟，和云雾混杂在一起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硫磺味。我们走在火山口的山脊线上，脚下传来一阵阵低沉的声响，像是在听地球的呼吸。来聆听一下火山的声音。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极致渺小感，在此刻变得具象化。
离开布罗莫后，我们出发去塞梅鲁火山。早上5点20分，我们又出发了。今天的目的地是塞梅鲁小镇一个。可惜昨晚下了一场雨，天空还有很厚的云层，没有日出。这里是火山脚下的村庄，而它的背景正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塞梅鲁。看我们后面这个火山就是塞梅鲁火山。没想到这边小镇还这么热闹。现在是5点半，这里人很是人。难怪大家都在这里拍，这是一条 S 弯的路，然后正好通向火山山脚下的感觉。除了 S 弯路口有一些游客外，里面几乎是原生态的村庄。我们沿着小路往火山的方向走去。点了2杯手冲的红茶。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发现这个商店它的造型呢非常的好看，然后我们把机位架在了对面，然后拍我们在喝茶，然后过往的摩托车做前景。错的。旅行有点像开放式的游戏，比起热门景点的详细攻略，小众目的地更加有一种寻找彩蛋的惊喜感。他一直跟我们拜拜，嗨。当地人们非常的友好热情，主动的和我们打招呼合影。有一片芭蕉叶，非常的东南亚风情。然后现在他在寻找机位中。雨后的稻田还带着泥土的气息，在东南亚的村庄里，我们站在芭蕉叶下，看着远处的火山，结束了爪哇岛的行程。火山之行后，我们告别向导，出发去科莫多。你从哪儿走来的4月底的小岛，海风吹得很舒服。我们租了辆摩托车在岛上闲逛，穿过小巷、芭蕉叶，经过像漫画一样的云，通向大海。CT 到了一家小店，然后他说给我们做金枪鱼，还有 mojito， 说 it's very nice。Somebody with you, it's so nice。我们注意到墙上的肖像画非常的传神，老板说是他巴厘岛的朋友给他画的。Dragon Mojito from Komodo, Labuan Bajo。Terima kasih。这环境很不错啊，风吹吹，然后这边是海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坐那边喝一下莫吉托，然后呢前面可以拿着什么 Coco 当做前景，哇，漂亮！在海岛的半山腰，我们坐在露天的小店里，吹着来自佛罗勒斯海的风，惬意的不像东南亚。刚刚还是大晴天，我开着，雨点往我脸上打了。找到了一片这个芭蕉叶，下面躲一躲。为什么你那么好笑啊？起初是小雨，还能拍拍氛围感，没想到雨越下越大，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海岛的天气就是这样，上一秒还是晴天大太阳，下一秒就被暴雨覆盖，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。We go. OK, let's go. 今天云层很厚，我非常的焦虑。趁着现在还有点阳光，我们要下海啦，不是，我们要出海啦。我们的第一站是帕达尔岛。帕达尔岛是本次我们最期待的地方，坐船1个小时抵达，然后沿着栈道爬山，爬到最高处大约需要20分钟。如果谁到达山顶，他的妆容没有花的话，这个。这边全是人在排队，所以我们都到侧面一点点。每个观景点都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队、找角度以及等待。刚刚人满为患的观景台已经没有人了，我们要马上冲到那里拍没有人的镜头。这里的工作人员他正在检查我们的无人机资质。等到快要中午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拍到了这样的画面。欢迎来到游戏里的世界。帕达尔岛是4900万年前形成的海岛，4个月牙形海湾非常具有识别度，棱角分明的地形像是游戏里建模。
我们站在岩石上，看着这座海岛，好像进入了海拉鲁世界。从山脊往下看，海水的颜色在阳光下分出不同的层次，像果冻一样铺在岛的边缘。上面是蓝色的天空，后面是粉红色的沙滩，下面是碧绿的海水。Enjoy！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果汁，直接从这个海水里舀一杯就感觉可以喝。把船只停靠在海滩边，开启我们的午餐。坐在船的甲板上，任由海风吹拂，任由波浪晃荡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惬意，只是觉得时间如果能慢一点就好了。哇，这是肉眼可见的粉，在这种地方拍摄，太幸福了吧！红珊瑚和一种孔虫的红色外壳被海浪冲碎，和白沙子混在了一起，形成了细腻柔软的粉红色沙滩。潮汐退下去的地方，颜色会更加明显。出现了小鹿，小狼说让我们赶紧过去拍。刚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甚至以为自己走进了某个网红摄影基地。粉沙、果冻海，还有海边的鹿，每一样都美得不真实。当你看过这样的景色后，真的很难再被别的沙滩打动。我现在像半扇猪肉挂在外面。船长说，刚刚那个地方的鱼太少，然后带我们去更多的地方，然后他就给我们搞了个梯子，把它挂在外面，然后就拉着梯子去看外面的鱼。我们不会游泳，浮潜本身也不好玩，但是将头埋进海底的那一刻，动物世界里的画面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。原来海洋里的世界是那么的绚丽。然后你看，天空的头顶是有很多厚厚的云层，但是我们的背景远处是没有云的，也就是说今天是大概率会有火烧云。天空慢慢泛起红光，我们在海风与晚霞里结束了本次的印度尼西亚之旅。他在倒立。拜拜。你又遇到了喜欢你的小猫咪。